反正我就是觉得是年上宫，那我就觉得是年下。年上。那我们开始那个小叔叔和侄子谁年上谁年下的问题。那我在年上。对，我在年下。你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吗？难道不是？我在年下。就是他选小说是年上，而且在年上会有很多的小细节。但是以咱们的之前的设定来说是，说我侄子以为自己是替身，那这个肯定要选一个年纪小的。为什么不能是瘦？就是因为他瘦，他年纪大的话，他以为自己是替身，哇，显得很蠢哎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小侄子，他以为自己替身，他替的是兽啊，这不妨碍攻受吧？小侄子替身替的是兽，就是这里面，等会儿这小侄子是攻是受？这小侄子是兽。对了，如果我站年上的话，那就是叔叔是攻啊。不是这个里面的，不是说他以为自己替的是攻还是受，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件替身的这个事情就很愚蠢啊！他年纪这么大，他白吃20年米，不是，还是侄子以为自己是自己父亲的替身，只是他的身份是个兽，因为他原小说里面有很多给公的。就是行为上的设定，比如捏一下耳朵，揉一揉头，顺一下这个小刺毛，就是小炸毛的小狼狗。然后前期是这个侄子觉得自己是个公，没想到他是一个被压的呀。就是被这个年纪更高，然后手段更高的这样一个大灰狼，然后给驯服了。但我是兽妈，你这样不就是虐兽了吗？都很甜，哪有虐？因为他以为自己是替身啊，就是兽妈是接受不了我的孩子，他一直在心里苦苦挣扎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替身这样的。那可以把他写的更骄傲一点，就是他不自己在内心苦苦挣扎，因为一般的兽不都是就是偏内化一点的性格嘛，然后那这个他本身这个人的一个冲突就是他是一个外化的性格，他还是憋不住事儿的，年纪小才能够突出往下说呀。那他一下突突完了，那这剧还演什么呢？他一共10集，赶紧突。不是，那这种情况就容易第1集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把我当替身？他说不是，没有。你前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替身的，你得有一个他和公，就是和这个叔叔建立一个关系，然后叔叔就比如说拿他跟他父亲比较或者怎么样的，然后知道了，然后他咂摸过来了，是替身，已经到了高潮了，我替身，然后突往下说，然后解开误会，然后拆进去。那不是这有什么误会可解？他直接就开口问了，你让他憋2分钟。那不就是又是他自己在那里拧巴巴了吗？这种的，那如果是公的话，你如果站年下，那怎么逼近呢？因为这个原来的叔叔他也是一个极具攻击性的人，比如说谁会说，自己被人家第一次就被人家给那个就撩了，然后第2天发现这个是自己的侄子，然后他如果是个兽的话，这个公就得一直撩他。那本来人家是属于那种，怎么在你父母面前这么乖，在我面前这么远，然后怎么着，然后这个小少爷可能脾气还很炸，然后呢，叔叔可能就会顺他的毛，然后平时挑逗他一下，就是说像跟你父母一样跟我说话，客气点。然后还有那个公那个小侄子可能会说，就是骂操，或者是怎么着的，或者骂一些脏话，叔叔才会说，跟长辈说话不许带到这儿。就是那种训诫感，你知道吗？但小叔叔如果是兽，然后那还训诫感，对呀，那就很带感。还训诫过，是啊，我差点我差点被你说服了，是的，我差点被你说服了。那侄子可以是那种特别清纯，就是清纯到他即使自己做了公，然后他还会不好意思的，就是因为他年纪小，所以他需要被叔叔带着走。这主要就是因为年上宫的话，他玩转比较多，就是还是年上宫的话，你看他第一层就是他年纪比较大，他会给人一种天然的那种稳重。那他在他的哥哥姐姐面前也是一个稳重的，可以照顾他，就照顾这个侄子的，才会哥哥姐姐把侄子交给他照顾。然后实际上他在侄子面前可是又野又花，而且还主动撩侄子，他是一个野性的、充满攻击力的大灰狼。这是第一层他的人物反转。然后第2层就是
就是常见的年上都是受，年下宫，这是就是大部分文都是这样。然后他就是一个年上宫，还是一个就是将一个炸毛小狗在自己面前变成一个温顺小狗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训诫过程。我懂了，但是我懂，就是这种，它就是咱们这个主要其实骨科也不是伪禁忌也是禁忌嘛。这样他是攻的话，他就是失去了一点那种被得感，因为他主动勾引他的话，不算勾引，就是他主导这段关系的话，会让人觉得，所以我想太损伤那个道德感。所以我想改的是让这个受小侄子前期像一个公一样，他主动就是他想当于我在我的叔叔面前掉马了，我时刻提防着我的叔叔有可能告诉我爸妈抽我一顿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叔叔还在旁边观测着我跟我爸妈的交流，那我还得很骄傲维持我这个面貌，那我就只能做出一些其他出格的事情，就是让我叔叔觉得我很大，你不要以为拿捏了我。有没有觉得这个似曾相识？我们小超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对呀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可能我就是爱这个调嘛。但是这个就是你那个上位者一下就可以看穿你的心思啊，就是对呀，所以看穿了呀，所以他被看穿了，他都知道他想要干什么，他还顺着他的意思，就是他失去了他作为长辈。他作为长辈，他对于他的后辈来说，他不应该产生这种心理。对，是不应该。所以他一开始选择顺着他，就会觉得孩子闹，但是孩子闹过分了，真的撩到叔叔了。这个时候那怎么办？反转，就是叔叔开始具有极具攻击性的。就是你这么爱玩，你怎么不敢玩了呀？怎么不敢亲了呢？但是在我这里的话，他就不能这样，因为他会有一种，你懂吗？就是毕竟这种禁忌的关系，你本来就处于一个高姿态还是攻。因为咱们在大众视野里，其实老是把受放在弱者的姿态，然后你这样的话，就有一种恋童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是这样的。所以一般为什么喜欢年下，就是因为他是年下，但是他在这段关系里是攻，他就是在大众视野，他算是强势的一方，就综合了这种不道德感，不然的话太不道德。就他确实，他是咱们就算设置的年龄差不大，那也是比他多有些社会经验，多工作几年，那可能然后他就放任他侄子给他干这种事情。那年上攻年上受不也一样吗？那所以就是这，然后我刚说了，就是攻击他放任了。不是啊，所以还是我说这个差在哪，就是差谁是攻受啊，就是大众视野内你谁是攻，谁就是上位，就是姿态强，就把那个感觉中和掉了，因为他在社会层面他是上位者，但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他是下位者，就这样，就不是你在主导他了，不然的话纯粹就像一个大人在控制一个小孩。他是一个高中生，不，他是一个大学生。人家大学毕业了。对，但是是这样的，因为可能咱们拍的时候也不会太体面，所以说这个年上年下，我承认我被你说服了。是吧？因为我觉得年上攻它反转会多，然后那个前期包括整个剧情在人物上已经开始两层反转了。那个侄子这边也是两层反转，就是在父母面前，在那什么面前，然后还有他在朋友面前，然后这个关系当中也是进行了反转。一开始他是一个出格的姿态去攻击他的那什么，我放任你。因为你还是个孩子，也不算孩子，就比我小，是我的小辈儿。但是你不能撩得太过分，你撩过分了，就现在我这个，就是我的道德已经被你撩得很下，就是开始降低了。我确实想拿下你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，然后他作为一个高他发现他只是敢嘴上说，他不敢真的有行为，真的有行为就是比如说喝醉了，其中有一个主演就是他就不敢干些什么了。那就是你这个上不太这样了。你想我按我的那个说的话，那这人设是反过来的，因为你可以给那个受安排一个温柔，就是稳重。那这个不是太普通了吗？你看过大部分文都长这个样，但是大部分人是这样的，但是剧不是呀，剧大部分都是你的那样。他一直是这样，说明这样这个节奏是对的。打起来。如果大部分剧都不长这样，那说明我这个节奏错了，那说明我看来节奏是对的。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其实确实，你要被说服了。我早就自己被说服了。但是
但是也是因为你说那个和小少爷人设一像，我一想也是，咱们就像那部就又翻版过来了。那个小少爷不是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少爷，他是姿态上面的高位者，却是一个关系当中的，就相当于受这样的一个。但是因为选角的问题，咱们后面也没有呈现出这种感觉，永远看。从头到尾靠姿态到底了。没事，他们有点像故宫。这个不是得说清楚谁的东西是谁，就是那个就是攻击性比较强的嘛。其实也主要是我看上了他那个一些小设计。那要不然太空了，要不然就不要纠结这个年上年下了，反正那个里面也没有床戏，也看不出来。就让大家自己你们要不自己刻吧，对呀，自己刻跟谁都行。对呀，把他们拍成一个势均力敌。是呢。前期侄子主动一点，主动过头，发现他只在语言上，然后后期叔叔开始行为上有一些亲近，就是你看谁是攻谁是受都行，因为至终这个侄子其实都是一个高姿态，他就是还需要叔叔哄，就是你可能撩后火的时候，他还会炸毛，需要哄。你把他们当兽，也能把他当猫。好，你们和解了。你们和解了，我们和解了，对呀，我们和解了。交给网友看吧，就是大家和解了，大家又喜欢那样。行，你们不打了。不打了，那我关了。好的。